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要吗？我还有4/5电，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每一次重温去有风的地方，总是会被治愈。这部剧讲的是都市白领许红豆因为闺蜜陈南星的离世，生活和工作陷入低谷，于是她独自前往大理云苗村的有风小院休息调整。在那儿，她邂逅了辞职高薪工作回乡创业的谢之遥，还有一大群来自大城市的同龄人。在日常相处中，许红豆被谢之遥建设家乡的理想打动，两人互生情愫。同时，许红豆也在有风小院重新审视过往，获得了力量，重新出发。这部剧里的群像刻画相当的出彩，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但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那个容易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许红豆的姐姐许红米。因为有风剧中的人物之间故事线是有交错的，如果大家看到重复的部分，还请多多见谅。如果有遗漏的情节，欢迎大家补充。关于人物解读，纯属个人见解，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接下来，让我们3连打卡，启程云苗村。许红米第一次在剧中出现，是在和许红豆的视频聊天中。因为许红豆在开会的时候挂掉了许红米的视频电话，趁着吃饭的功夫打算给她回一个。视频一接通，许红米上来就是一句很严厉的指责：“哎，我前天可提醒过你啊。”提醒什么？许红豆很明显是给忙忘了，当天正是他父亲的生日，许红米特意从上海飞回老家，而许红豆因为工作忙碌，分身乏术，依然在工作岗位上。许红豆急中生智，赶紧向父亲祝贺，许红米则调侃他说：“去我们公司扫厕所怎么样？”我谢谢啊，我就不去你们公司扫厕所了。我下一个季度升职防务部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爸过生日啊！挂掉了视频电话，许红豆立刻开始给父亲挑选生日礼物。从手机的搜索界面可以看出来，他原本是打算给父亲买件皮衣的。这个时候，许红米的留言弹了出来，赫然写着：“别给爸买皮衣皮鞋了，我都买了，你给他买个电动剃须刀吧。”许红豆只能尴尬一笑。许红米在出场的第一场戏中，通过与许红豆的互动，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务实、细心、略带强势的姐姐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清晰而立体的第一印象。电话一接通，许红米直接点出许红豆忘记父亲生日的疏忽，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体现出她作为姐姐对妹妹的管束感，习惯主动承担起家庭中提醒和督促的角色。许红米特意从上海回老家给父亲过生日，对比许红豆因为工作忙碌的缺席，凸显她对家庭仪式感的重视和行动力。主动透露自己给父亲买了皮衣皮鞋，并指定许红豆买电动剃须刀，既避免礼物重复，也体现出她对父亲需求的了解和对家庭事务的主导性，习惯提前规划，考虑周全，甚至替妹妹安排任务，是家中更操心的一方。许红豆对姐姐调侃的反驳和选礼物时尴尬的一笑，侧面反映出了姐妹长期形成的相处模式。姐姐强势，妹妹相对被动，但互动中带着熟悉的亲近感，是典型的相爱相杀型姐妹关系。许红米出场的戏份虽短，但迅速立住了大城市职业女性、强势姐姐、家庭事务主导者的标签，观众会直观地感受到她的干练、强势以及对家庭的重视，同时能从她与许红豆的互动中读出姐妹既存在差异又彼此牵绊的亲情底色，为后续角色的展开埋下了务实、顾家、性格鲜明的伏笔。许红豆去到云苗村的第一天，她的手机就被男主谢之遥的弟弟谢之远在追马的过程中撞飞了，直接摔坏，从此过上了没有网络的田园生活。某天，许红豆在家闲来无事，正在和小院的住客大麦一起逗猫玩，突然就被热情的阿贵婶拉去了宝平婶家做鲜花饼。许红豆对于这种新鲜的体验还是很有兴趣的，当天做完就给家里人各寄了一些。许红米收到之后，还以为是许红豆在当地买的特产，直接就拿给了下属们分享。母亲一通电话打过来，询问鲜花饼是否要加热，许红米还不忘记借机嘱咐她：“妈，温馨提示您一下，这含糖多，前阶段您跟爸去体检，不是说血糖高吗？你少吃点啊，你分点给邻居呗。”
他没有像普通家人那样单纯的表达好吃就多吃，而是第一时间关联到父母的体检结果，用健康常识约束父母的饮食。这种关怀方式带着强烈的结果向导，不依赖感性的温情，而是用理性的提醒规避潜在的风险，同时提议分点给邻居，既避免浪费，又间接减少父母的食用量，是一种务实且周全的处理方式，体现他习惯用高效合理的方式解决生活细节问题。许宏敏始终处于一种主动操心的状态，这种角色惯性源于他长期在家庭中扮演的主事者的身份。妹妹许红豆在外地忙碌，父母可能更随性，他便自然承担起监督提醒的责任，甚至带着一丝家长式的严谨。他的关心从不宣之于口，而是藏在具体的带着管理感的提醒里，既让观众感受到他的务实和强势，也能隐约读出他作为家庭隐形支柱的不容易。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些鲜花饼是许红豆亲手做的，许宏敏才意识到这是妹妹的一番好意。他还真有这闲心啊。妈，我还得工作，不跟你聊了，拜拜。他急忙挂断了电话，走回到办公大厅，发现鲜花饼没剩几个，已经被员工们分得差不多了。许宏敏翻出了快递里的那张卡片，上面写着：许宏敏，鲜花酱和玫瑰饼都是我亲手做的，纯天然无公害，3好产品，要带着感恩的心好好吃哦。许宏敏随口问了一句：好吃吗？下属们纷纷响应，表示味道很好。他低头一笑，补充了一句：我妹妹自己做的。随后拿着剩下的鲜花饼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母亲告知鲜花饼是许红豆亲手制作的时候，许宏敏的第一反应是急忙挂断电话。这个动作暗示了他的错愕。此前他将鲜花饼当作普通特产分给下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妹妹花费时间精力亲手做的心意。这种错愕中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懊悔。他刚才还在理性的提醒父母控制食用量，甚至可能觉得这只是妹妹例行公事的家庭互动，却忽略了背后的情感重量。挂断电话的仓促是在掩饰自己对妹妹心意的疏忽。他向下属确认好吃吗，并特意补充我妹自己做的。这句话的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的强势或调侃，反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炫耀和强调。低头一笑的细节是他内心防线松动的表现，这个笑容是带着对妹妹的认可，一丝温暖，甚至可能有对自己之前想当然的自嘲。原来许红豆也会花心思做这些麻烦事儿，原来他的好意这么具体。许宏敏拿着剩下的鲜花饼返回办公室，这个行为是心理转变的外化。此前他大方分给下属，是因为觉得不值钱可分享，现在却要把剩下的私藏起来，是想独自品味这份被忽略的心意，也暗含了不能再随便对待的珍视。这段剧情让许宏敏心里从职场化的理性对妹妹习惯的俯视，转变为对妹妹心意的正视，内心柔软的触动。反应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通过细节展现了内心的波澜。原来那个总需要他补位的妹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温暖，而他差点错过了这份温暖。这种转变为后续姐妹关系的深化埋下了伏笔，也让许宏敏的角色更显立体。他并非只有强势和理性，内心深处也藏着对家人的在意，只是习惯用硬壳来包裹而已。许宏敏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观众视野中，就是一副标准的职场精英的模样，一头利落的披肩长发，没有一丝的凌乱，显得十分干练，穿着剪裁合身的酒红色职业套装，彰显他对品质的追求。他一出场就带着一种强大的气场，妥妥的职场女强人的即视感。许红豆的手机一直过了很多天才修好，他开机之后收到了一堆信息，许宏敏给他发的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个铁锅大头的表情包，或许是对他不回信息的一种抗议吧。手机修好之后，许红豆和家人的联系也恢复了往常。某天，他和谢之遥、谢阿奶一起返回云苗村的路上，随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了家庭群里。许宏敏看到视频的时候，原本是板着个脸，没想到最后被谢之遥在视频中荒诞的自我介绍给逗笑了。虽然只是很短的一幕，看似简单的情绪流露，却暗藏着许宏敏心态的微妙松动。他最初板着脸看视频，暗含着他对许红豆逃离都市去云苗村的不理解，甚至隐性担忧。而谢之遥的荒诞自带一种反精英的松弛感，恰好戳中了他紧绷状态下的情绪缺口。
他的笑没有任何功利性，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卸下防备的反应，暴露了他并非时刻都被职场的铠甲包裹，内心依然有对纯粹趣味的感知力。这种短暂的破功让他的形象更接地气，也暗示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也藏着对不按规矩来的生活的一丝隐秘向往。谢之遥是许红豆在鱼苗村的重要关联人物，许红米通过视频第一次间接接触到他，荒诞的自我介绍让这个人变得具体且有记忆点。他的笑里可能还夹杂着一丝对妹妹身边出现这样人的好奇，这种好奇并非刻意探究，更像是笑点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为他后续理解许红豆的生活轨迹埋下了心理伏笔。接下来的很长一段剧情，许红米都是以远程通话的形式出现在故事中，甚至还会在半夜给许红豆打电话。我姐12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掐点给我妈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了个电影。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她不睡，1点以前从不睡。哇，工作这么辛苦啊？也不是，她呀就是睡觉前要玩2个小时手机，报复性娱乐。人才。许红豆对姐姐许红米的这段描述，从侧面勾勒出其鲜明的性格特质，要求许红豆掐点给母亲发生日祝福。这种对时间流程的精准把控，体现出许红米习惯用理性规则框定生活细节的性格。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会下意识地将这种规则感投射到家人身上，甚至会介入妹妹的行为节奏。关心家人是许红米的本能，但她表达的方式总带着任务感，不是自然流露的温情，而是通过制定规则来实现。许红米习惯用理性逻辑代替感性表达，哪怕是对亲人的在意，也更擅长用指令式的语言传递，显得有些刻板和疏离。睡前要玩2个小时手机，暴露了他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的生存模式。作为职场精英，他可能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白天被事物填满，只能靠深夜的手机娱乐补偿自己。这种报复性的行为本质上是对高压生活的被动应对，这既体现了他的坚韧，也暗示了他不擅长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性格弱点，看似掌控一切，实则被作息和压力推着走。这一点在之后的剧情中也会多次体现。谢之遥看中了许红豆身上的酒店管理经验，真诚地邀请她加入有风小馆，帮忙提升服务质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虑，以及多方面客观的环境影响下，许红豆终于答应了。在和家里人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立刻遭到了许红米的反对。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啊？是义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呀，而且还管饭呢。完了完了，被那个村草给洗脑了。资本家的特长就是会洗脑。你缺那口饭吗？还让人家给你什么山珍海味啊？哎，对了，还真是山珍海味。哎，能给豆洗脑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啊！这回是免费给人打工，下回我估计啊，咱们要去什么传销团伙救他了嘛。太好了，我的好姐姐，那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被洗脑了啊！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哎，随你说什么，我不气。哟，进步了啊！哎，不说了，我去吃东西了，煮好了都。还吃宵夜，小心胖死啊！哼，见你吉言啊！拜拜。啊，早点睡啊！拜拜拜拜拜。许红米反对的核心动机是担心，但表达方式依然是强势的否定，甚至试图拉拢母亲站在自己这边，延续了她作为姐姐的主导家庭判断的惯性，习惯将妹妹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认为自己的经验才是正确的，妹妹的选择必须经过她的合理性验证。当许红豆表示不生气时，她的吃惊也暗藏着对妹妹脱离掌控的微妙反应。过去她的强势语言总能引发妹妹的反驳或情绪波动，而这一次许红豆的平静让她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一丝挑战，但又只能用调侃掩饰这种不适。最后提醒，还吃宵夜啊，小心胖死，是强势外壳下的关心残留。
即便在争执中，也不忘记用熟悉的打压式关怀维系姐妹间的联系。这种先否定后关心的模式，正是她保护者姿态的典型体现。许红蜜这种逻辑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她在长期高压的都市生活中形成的生存防御机制。她相信只有自己认定的正确路径才能带来安全，因此无法理解许红豆追求意义感的感性选择。这种逻辑的背后依然藏着对妹妹怕她吃亏的深层关怀，只是被强势的表达方式和固化的思维模式掩盖了。谢之遥忽悠小院的众人去到了梅子园，帮凤仪采摘梅子。许红豆采摘回来之后，又给家里人寄了好几箱。许红蜜收到的时候都傻眼了，转头就给许红豆打了电话。许红豆看到许红蜜的来电，接通之前还做了一下心理准备，而许红蜜呢，上来就是一副调侃的口吻。收到了。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也没多少，您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铃铛的老师什么的。你那架肚子怎样啊？挺好的，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的。真的那么舒服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有种感觉。行，那你慢慢感觉吧。许红豆在云苗村的生活与都市常态差异较大，许红米的试探也暗含对这种非常规状态的不确定感。她难以完全理解妹妹放弃熟悉环境，选择田园生活的逻辑，因此会通过是不是有什么事来寻找符合自己认知的理解，体现出她对偏离常规轨道生活选择的谨慎态度。从架肚子怎么样到你是不是有事儿的追问，可见她并非单纯质疑梅子的用途，而是借由具体事物试探许红豆的真实状态。这种感觉背后是长期对妹妹关心形成的敏锐直觉。她的潜意识里担心许红豆的舒服，可能隐藏着逃避或者其他未说出口的心事，体现出姐姐对妹妹状态的持续牵挂。即便语气是日常对话，也暗藏着一种我要知道真相的潜在逻辑。日子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许红米突然毫无征兆的空降于苗村。不过她出场的时候，这一段镜头语言还是挺妙的。导演为了给我们留悬念，先故意给了一个远景，而且还是一个背影，让我们误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游客。接着许红豆从洗手间里出来，导演又用了一个特意避开许红米的长镜头，让我们跟随许红豆的视角回到吧台。其实有风小馆露天的场地是非常小的，而且洗手间距离许红米的座位只有几步之遥。那天客人又很少，许红豆但凡随便瞄一眼都能看到许红米，理论上是不可能看不到的。所以导演在此处特意安排了一组游客在许红豆的动线上经过，遮挡了许红豆的第一视线。加上许红豆当天肚子不舒服，导致注意力也不集中，所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许红米。回到吧台，许红豆和娜娜闲聊了起来，顺便还吐槽起了自己的姐姐。人家贾宝玉啊，是衔着玉出生，我姐是含刀片。等我回上海了，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结果没想到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许红豆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直到自己的外甥女铃铛跑过来打招呼，她才发现不是自己的错觉，是许红米真的来了。许红豆无奈地坐到许红米的对面，许红米边摆弄手机边吐槽许红豆胖了啊，黑了。你可真会说话，谢谢夸奖啊，你怎么突然来了？给你个惊喜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我派人去接你啊。不用，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镇上的民宿。你能不能不玩手机？我工作呢，玩什么手机啊？你等一下，马上好。哎，半小时以后给我 ，OK？ 服务员，咖啡凉了。许红米的空降本身就带着强烈的主动性和突然性，完全没有提前告知许红豆，体现出他行事风格的果断，甚至有些霸道，不按常理出牌。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胖了啊，黑了，
直白的近乎于毒舌，毫不掩饰自己的观察，哪怕会让对方不适也照说不误。可见他习惯以直接的方式表达看法，不刻意客套或顾及情面。从婉拒了许红豆接机的回答来看，许红米习惯自己安排事情，不依赖他人，甚至隐隐带着对许红豆的审视姿态。他的突然到访也暗含着一种我要来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的掌控欲，希望通过亲身体验来确认妹妹的状态，符合她作为姐姐长期以来的保护者角色定位。整个对话过程中，许红米始终在摆弄手机，即便面对许久未见的妹妹，也难以从工作的状态中抽离，甚至在许红豆不满时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工作呢。”这种对工作的高度投入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场景中，说明他已经被职场的规则深度裹挟，时刻处于待命状态，难以真正的放松，也间接体现出他对事业的重视。即便身处云苗村这样节奏缓慢的环境，许红米依然放不下工作，连和妹妹的见面都要被工作的消息打断，甚至需要特意跟下属说东西半小时以后给我，才能暂时放下手机。这反映出他长期处于高压的都市职场环境中，已经难以适应慢节奏，生活被工作严重挤压，缺乏生活与工作的边界感。许红米放下手机，又开始调侃许红豆服务员的身份，这让许红豆顿时有点无可奈何。接着许红米话锋一转：“不错啊，你这义工做的挺认真的，什么时候回去？”假还没休完。哎，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我打电话到你酒店，你酒店说你辞职了，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3个月，我就知道你有问题。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为什么辞职啊？不想干了。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休息。我就算是一枚零件，那也得保养吧。那休息够了吗？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呢？这本来好好的呀，你一问我，瞬间把我拉回职场。领导训话，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问一句也生气。没生气。行，不问了。许红米抓住许红豆谎称休假的谎言不放，强调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体现出他对规则感的坚守。在他的逻辑里，任何行为都应该基于真实，隐瞒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的质问并非单纯的指责，而是潜意识里认为只有知道真相，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合理，符合他习惯用理性分析替代感性体谅的逻辑。比起许红豆怕爸妈担心的善意，他更在意事实本身是否符合规则。许红米的追问里呈现出清晰的目标导向逻辑，在他看来，任何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理由、清晰的后续计划，否则就是非理性、不负责的。这种思维完全是职场化的思维模式。他将这种逻辑迁移到生活中，认为辞职不能仅仅因为不想干了，休息也不能是无限期的，必须有可以量化的终点和规划。这与许红豆想休息、需要保养的理性诉求形成鲜明的对比。许红米追求的是确定性，许红豆追求的是感受性。许红豆用零件需要保养比喻自己的状态，这是一种基于自我感受的表达，而许红米完全不接受这个逻辑，反而继续追问：休息够了吗？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本质上是用投入产出的职场思维衡量休息的价值。在他看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必须有完成节点，而不是一种本身就有意义的状态。在许红米的认知里，无目标的停留等同于浪费时间。许红米的思维逻辑本质上是用自己熟悉的都市生存逻辑去解读许红豆脱离这套逻辑后的生活状态。这种逻辑显得他不近人情，却也暴露了他的底层动机。他并非反对许红豆休息，而是担心无目的、无计划的休息会让妹妹陷入失控的状态，最终还是源于姐姐的保护欲。只是这种保护被包裹在现实的规则里，与许红豆追求的松弛感格格不入。许红米对许红豆说自己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借机把女儿托付给了许红豆。许红豆很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许红米对女儿说，这几天都跟小姨睡，在合上电脑的时候，通过屏幕的反射画面看到了娜娜正在偷拍，临走前还不忘记嘱咐女儿和许红豆：铃铛啊，要听小姨的话，不许乱跑。不要给她乱吃东西 ，OK？ 拜托了。知道。
好了，妈妈就撤了，妈妈再见。再见。你那个咖啡小姐们一直在偷拍我们，你手机一直震动我。告诉你，不许说我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拜。许红米直接将女儿托付给许红豆，用这几天都跟小姨睡的命令式语气敲定安排，完全没有给许红豆商量的余地，延续了她说一不二的强势风格。这种理所当然源于长期在家庭和职场中形成的主导者姿态，习惯用自己的节奏和判断安排事物，甚至略带强迫性的让他人配合自己的需求。临走前反复叮嘱，看似细致，其实也暗藏着对许红豆的不放心。言外之意是，只有按我的要求做才靠谱，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控制欲。许红米能通过电脑屏幕反射发现娜娜偷拍，甚至注意到许红豆的手机一直在震动。这种对环境细节的敏锐捕捉力，既体现了他长期处于职场练就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也反映出他不容易完全放松的性格。特意凑到许红豆耳边警告说，不许说我的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既是他对偷拍行为的反应，也是对妹妹的提前约束，将可能发生的失控情况扼杀在摇篮里，展现出他对自身形象和信息主动权的在意。谈许红豆脑瓜崩并灵活躲开反击的动作，是这段剧情中最亮眼的细节。不同于之前的强势指责或理性说教，这个带着玩笑意味的互动，瞬间暴露了他性格中隐藏的孩子气。这种幼稚的挑衅是姐妹间独有的亲昵模式，说明她在许红豆面前并非只有姐姐权威，也有卸下防备的瞬间。许红米的这个俏皮动作让威胁失去了攻击性，反而透出一丝撒娇般的霸道，暗示她与许红豆的关系本质就是相爱相杀，即便强势也从未真正的疏远。这种互动是长期相处形成的默契。许红豆在之前的剧情中评价过许红米，我初中那会儿，我姐不是考大学吗？我成长道上的每一步都是我姐给我挖的坑。从这段话就可以推测出，许红米和许红豆的年龄大概相差在5岁之内。年龄越是相近的姐妹，就越容易在平日的生活里相爱相杀。小时候，许红米就因为许红豆把独角仙带上床，两个人大打出手，连姥姥都拿他俩没办法。后来许红米还忽悠许红豆说人可以孵出小鸡，许红豆居然就相信了，还亲自实践。直到最后小鸡孵化成功，许红豆都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多年以后才真相大白。说回刚才的剧情，许红米和许红豆对话中的一系列情节，让许红米的形象更显立体。她既是那个强势警惕、习惯掌控的大姐姐和职场人，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姐妹关系的在意和对细节的敏锐。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恰恰让角色更贴近真实。她的坚硬是保护色，柔软藏在互动细节里，而敏锐和强势，则是她在现实中生存的武器。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许红米，谢之遥亲自开车为他们当司机。一大早，谢之遥和许红豆就来到了许红米入住的民宿门口。见到了许红米之后，许红豆简单的给两人做了介绍，彼此打了招呼，便上车准备出发了。上车时，许红米打了哈欠，许红豆敏锐的察觉到姐姐可能没睡好，于是关心的询问她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呀？不好，那隔音太差了，还有蚊子、飞虫到处飞，还有那个床撇太糙了，不舒服。哎呀，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凑合吧啊。许红米对住宿环境的苛刻要求，本质是都市精致生活与职场标准长期渗透形成的习惯。她的身体和心理早已经适应了高舒适度、高可控、高标准化的环境，对乡村生活的自然、粗糙、不可控的特质缺乏兼容性。她的不适应恰恰反衬出她过往生活的精致化与标准化。接着，谢之遥询问许红米今天的计划，许红米提议去农场看看，正好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许红豆立刻想到去谢之遥朋友开的有机农场，两人便商量了起来。这个过程，许红米在后座静静地看着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内心大概是复杂且带着审视的。
首先，许红豆与谢之遥快速达成共识，这种无需过多铺垫的默契，会让许红米敏锐地捕捉到两人关系的熟悉度，通过观察他们的互动节奏，对彼此想法的快速响应，来验证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否有依据。本质上是在确认妹妹与谢之遥的关系是否超越了普通朋友。他此刻的沉默并非是冷漠，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收集信息。作为习惯掌控局面的人，他需要先通过观察掌握足够多的细节，再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贸然插话打破这种互动的真实性，符合他作为强势姐姐和都市精英面对陌生情境时的典型反应。先观察，再判断，最后行动，为后续的态度和行为埋下伏笔。在车子的行进过程中，铃铛向许红米提问路边田里种的是不是韭菜，许红米的回答又引发了一段有趣的对话。那是小麦，小麦是什么？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哎呦，许红米啊，你能不能别瞎教啊？那是水稻，那不是小麦啊？不是，这边就产大米啊、玉米啊，还有那个糯玉米，特别好吃。哎，铃铛，你看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玫瑰花田。哇，玫瑰花！哇，这个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后来挨了打了，对吧？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面对铃铛的提问时，许红米毫不犹豫地断言那是小麦，语气笃定，带着一种我知道答案的自信。这源于他长期在熟悉的领域中形成的权威感，习惯快速给出判断，并且默认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当许红豆指出他的错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而非反思，甚至对食用玫瑰直觉评价长得挺丑，体现出他对陌生领域的想当然，用自己既有的认知套用于未知的事物，缺乏对不懂领域的严谨，暴露了他性格中自信过剩的一面。回忆小时候折花的往事，许红米坚持姥姥家的是月季，即便许红豆明确纠正是夹竹桃，他仍然反问：真的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表现出对自身记忆的固执。这种固执并非刻意较真，而是潜意识里的自我中心，对过往事件的记忆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版本，甚至可能因为长期处于主导者角色，习惯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说法，因此对妹妹的纠正会本能的产生怀疑而非认同。但聊起小时候的往事，许红米的语气从之前的吐槽判断转为带有温情的回忆，说明在姐妹共同的记忆面前，她的强势会暂时退居其次，流露出对亲情连结的在意，哪怕是通过互怼的方式。许红米的性格既有都市精英的自信与固执，也有在陌生领域的认知盲区，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完美却真实的形象。她并非无所不能的强者，只是习惯用坚硬的外壳掩盖自己的不懂，而乡村生活的知识降维，恰好让她显露出更多普通人的烟火气。到了农场之后，许红豆和谢之遥带着铃铛一起玩耍，而许红米则在边上不停地打着电话。谢之遥和许红豆在洗水果的时候突然打起了水仗，许红米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直到两人洗完水果休息了，许红米的电话依然还没有打完，一边拿着西红柿和黄瓜对着空气比划。许红豆吐槽他像个傻子一样。哎呦，真是不知道他俩干嘛呢。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呗。哼，你不了解他。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他过来就是想教育我。你是这么理解的？按照本 UP 的理解，许红米在如此忙碌的状态下仍然前往鱼苗村，其核心目的应该是更偏向于谢之遥判断的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从过往的剧情来看，许红米始终以保护者的姿态关注许红豆。许红豆突然辞职留在乡村做义工，这种脱离常规的选择，必然让习惯用现实逻辑衡量一切的许红米产生强烈的不放心。她需要亲眼确认妹妹是否真的舒服，是否在逃避问题，是否被环境裹挟。带着孩子出行本身就很繁琐，叠加不停打电话工作的忙碌，仍然坚持完成这场空假。若仅是为了教育，完全
全可以通过电话强势说教，无需付出如此高的时间成本，只有亲自验证才能缓解内心的担忧，才足以驱动他在百忙之中奔赴乡村。许红米的行为是以教育为表，以关心为里。谢之遥看到了他行为的本质，许红豆只看到了他表达的方式，二者并不矛盾。他的到来是强势性格下对妹妹的复杂牵挂，既想确认她的状态，又忍不住用自己的逻辑纠正她的选择，最终落点仍是那份藏在硬壳下的亲情。看到许红豆和谢之遥走了过来，许红米才终于结束了这次漫长的通话。许红豆关心地问他手机还有电吗？没了，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用吗？我还有4/5电。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在许红米的认知里，手机电量充足，无需时刻待命，等同于脱离社会节奏，失去职场价值。这种标签化的判断带着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而这种逻辑完全忽略了许红豆主动选择慢生活的可能性，将电量与人生状态粗暴的绑定，反映出他对成功、正常生活的定义高度依赖于都市职场的标准，无法理解非功利性的生活选择。许红米用犀利表达关心，许红豆用调侃反抗权威，看似对抗，实则是彼此熟悉的沟通密码。铃铛想要和农场里的斑点狗玩，却被许红米口头制止，还说了一大堆危言耸听的理由。然而许红豆却根本不拿这些话当回事儿，拉着铃铛就和狗狗玩了起来。谢之遥赶紧在边上打圆场。红米姐，等一下啊，你放心啊，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我怎么放心啊？你养过孩子啊？没养过孩子，还没当过孩子啊。那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哎，什么都不害怕。来，没事儿。行，有了找你们啊。没事儿。面对许红豆的调侃和谢之遥的打圆场，许红米的回答始终是犀利且不妥协的，既不接受狗吼温顺的感情判断，也不认同许红豆放任孩子玩耍的态度，而是坚持自己的风险逻辑。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的判断基于科学理性，而他人的行为是鲁莽不负责任的，因此必须通过强势的态度捍卫自己的逻辑，哪怕显得不近人情。这与他在家庭中长期扮演正确者角色的习惯一脉相承。许红米的逻辑看似冰冷，却也藏着她对孩子的极致保护欲，对自身判断的绝对自信，以及与妹妹相爱相杀的独特亲密模式。乡村生活的自然随性与她的理性可控不断碰撞，也让她的性格在冲突中更显真实。终于熬到了吃饭的时候，4个人坐下来用餐。许红豆随手递给铃铛一个大鼓棒，许红米一个眼神杀看过来，许红豆则用一个微笑巧妙地化解了。区别于谢之遥和许红豆直接上手吃饭的方式，许红米的用餐过程始终使用刀叉，保持着自己的端庄。许红豆和谢之遥直接用手抓握食物，更偏向市井烟火气，随性自在。许红米在乡村农场的非正式餐桌上仍坚持使用刀叉，是因为其长期处于都市精致生活环境形成的行为习惯。许红米的职场身份决定了她需要长期保持专业形象，而用餐礼仪是社交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秩序的执着，让她在混乱随意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是她性格一致的体现。即便身处田园，他身上的都市印记仍然清晰可见。吃完午饭，谢之遥带着他们去到了马场，让铃铛看了小马驹，而许红米此时又在忙着打电话沟通工作事宜。许红豆见状是一脸的无语。话说回来，许红米也是真的忙，居然把2个充电宝都用没电了。正常人谁出来玩要用掉2个充电宝啊？回答我，说话。时间来到了第2天，许红豆原计划带着许红米和铃铛去古城玩，结果韶华书屋的老板突然来访，打乱了许红豆原本的计划，只能让许红米和铃铛自由活动。第3天，许红米直接来到了有风小院参观许红豆的生活环境，她的评价是挺舒服挺安静的。接着他们又聊到了谢之遥和鱼苗村目前的情况。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觉得这边的游客不是很多哎。哦，过2、3年再看吧。等宣传和口碑做起来了，还有那个韶华书屋，那就不一样了。那也不一定，很多地方挺好的，就没人去。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相信这儿能变好。其实谢之遥啊也挺难的，
你看哈，村里有事找他，村民有事也找他，他自己的事儿呢，他只能自己去解决。那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也不找人诉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容易呢。从许红米复杂的表情和剧情的铺垫来看，他大概率已经察觉到了许红豆对谢之遥暗生情愫。这种察觉并非明确的确认，而是基于细节捕捉的隐约感知。许红豆主动解释谢之遥的不易，甚至注意到他乐呵呵却不诉苦的细节。这种对他人情绪处境细致的观察，远超于普通朋友的客观描述，更像是带着心疼的深度在意，强调我相信这能变好，将对云苗村的期待与对谢之遥的信任绑定，暗含支持他所做事的立场。这种无条件的相信往往带有情感的倾向。许红米作为与许红豆相处多年的亲姐姐，对妹妹的普通状态和特殊状态有着天然的敏感度。许红豆提到谢之遥的认真共情，与她平时吐槽姐姐的犀利，对乡村生活的随性形成了对比。这种反常足以让许红米捕捉到微妙的情绪信号。她原本觉得许红豆留在云苗村是逃避或是一时兴起，从未想过妹妹会对这里的人产生如此深的情感连结。这种投入度超出了她的预判。此时此刻，她可能在心里快速复盘过往的细节，将零散的信息串联起来，印证自己妹妹对谢之遥有好感的猜测。她未必能够精准地定义这种情感是喜欢还是深度欣赏，但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妹妹对谢之遥的特殊关注和情感倾斜。这种察觉没有转化为直接的质问，反而体现了她性格的微妙变化。在云苗村的氛围和姐妹的互动中，她开始学着用更含蓄的方式感知彼此。为了不让许红豆察觉到自己复杂的心理活动，许红米主动把话题引导到了许红豆的工作上，问她什么时候找工作。许红豆说打算再休息1个月，然后回老家帮父母搬家，之后再找工作。许红米惊讶于许红豆依然想回北京，她罗列了上海的一大堆优势，极力劝说许红豆来上海。许红豆还是婉言谢绝了。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还是不麻烦了。我已经有意向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啊，在5星级酒店做 HR， 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哎，你说啊，你要是有个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那我也不会劝你。但你说北京有你的什么呀？北京到底有谁在啊？姐妹俩因为这件事儿又吵了起来。经过一番的争论，许红豆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不去上海。为什么上海不行？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就是因为你在那，我不想去。不去最好，我还懒得管呢。这段剧情中，许红米主动提及工作，劝许红豆去上海，表面是为妹妹的前途着想，但深层动机仍是掌控欲的延续。她希望将许红豆纳入自己的可控范围，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能为妹妹安排更好的生活。许红米的劝说本质是想拉近姐妹距离，只是表达方式仍是强势安排，而非温柔邀请。这源于她对亲情的重视，却被自己的性格模式扭曲成了干预。她无法理解许红豆习惯北京，不想去上海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差。这种偏差让她的关心变成了强加，也让她在被拒绝时显得更难释怀。她不明白自己付出的好意为何会成为妹妹的负担。这场争吵与之前的互动不同，许红米没有占上风，反而被许红豆的直白噎住，甚至流露出失落。这种受挫是她角色转变的信号。许红豆就是因为你在那儿的直白拒绝，精准戳中了许红米的软肋。这句话不仅否定了她的提议，更暗含你的强势让我想保持距离的意味。她愣住几秒，表情失落，是内心真实情绪的流露。作为长期扮演保护者、主导者的姐姐，她第一次被妹妹如此明确的推开，这种不被需要的感觉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但紧接着的嘴硬是典型的自我保护，用强势的外壳掩盖内心的失落，将被拒绝转化为主动放弃，既维护了自己的面子，也避免在妹妹面前流露脆弱。这种外强中干的反应暴露了她性格下的敏感，
看似不在意，实则非常在意妹妹对自己的态度。这个过程中，许红米的心理状态是掌控欲受挫后的失落与自我保护，这种矛盾与波动让她的形象从强势姐姐向更真实的有挫败感的普通人靠近，也让姐妹关系的张力更具烟火气。他们的争吵不是决裂，而是彼此边界的重新确认。这天，许红米来到了有风小馆休息，或许是想顺便确认一下妹妹的工作环境。趁着许红豆在忙碌的时候，许红米给家里打了电话，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表达自己劝不动许红豆的无奈，顺便还向母亲透露了许红豆似乎喜欢上谢之遥的征兆。是吗？哎呦，哎呀，但是有点远吧。不过我看咱豆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你记得以前他那个男友柯基吗？人家要他调到西五环的那个酒店工作，他却把运换了。所以您放心，咱豆啊，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许红米对许红豆的性格理解，既有基于长期相处的精准洞察，也存在着因为自身视角局限导致的偏差。她向母亲汇报时说劝不动，看似无奈，实则是一种隐性的尊重。许红米或许依然不理解许红豆的选择，但亲眼看到妹妹在鱼苗村的状态，已经默认了她有能力为自己负责。许红米向母亲打包票，本质是在用自己的判断安抚家人。这种判断既是基于对妹妹性格的了解，也是一种保护性的放心。他不希望母亲担心许红豆为感情冲动，因此刻意强化了许红豆理性不恋爱脑的一面。许红豆的性格中自我主体性极强，从剧情中许红豆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她的人生决策始终以自我感受和内在需求为核心，而非依赖于他人。许红米认为许红豆或许不会为了谢之遥留在鱼苗村，但谢之遥所代表的鱼苗村生活方式可能与他内心渴望的状态产生共鸣，让他恰好愿意留在这个有他的地方。许红米用许红豆前男友柯基的事情简单类比当下，却忽略了许红豆的成长。经历过职场疲惫、情感变动后，许红豆对自我需求和情感价值的理解已更加成熟，她的选择可能更复杂，而非简单的不为男人妥协。许红米下意识地简化了许红豆的情感状态，忽略了人性中情感与选择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她看到的是妹妹不会为了男人改变决定，却没有看到男人可能让她更清晰自己想做什么决定。这种理解上的差异点，恰恰是姐妹关系的真实写照。她们彼此熟悉，能够预判对方的大方向，却又因为性格差异和视角的不同，始终存在一点点的认知盲区。这正是亲情中既亲近又独立的常态。挂掉了和妈妈的电话，许红米又投入到了忙碌的工作中。谢之遥正巧来到有风小馆，借着和许红豆一起外出去买橙子的机会，两人又聊起了许红米。许红豆认为，一旦自己妥协去了上海，那就成了姐姐的累赘，将来的局面一定会演变成姐姐单方面对自己的管束。万一被姐夫家的亲戚知道她这种情况，影响也不好，所以自己才坚决不去上海发展的。他依然认为许红米这一趟是专门来教育自己的。谢之遥听了他这番话，才说出了许红米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是说，那他干嘛跑这么远？又是高原反应，又是头疼睡不着觉，晚上还流鼻血。流鼻血？你听谁说的？民宿老板呀。我本来打电话给他是想让他照顾一下红米姐的，他跟我说，红米姐大半夜跟前台打电话问有没有止疼药，早上打扫卫生发现她枕巾也血乎乎的。你呀，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就知道你辞职了，担心你，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谢之遥对许红米的描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红豆对姐姐认知的盲区，而许红米的真实想法也恰如谢之遥所言，担心你，想亲眼看你过得好不好。只是这份心意被他的强势外壳层层包裹，直到此刻才被许红豆隐约的感知。许红豆一直将许红米的到来定义为教育，而谢之遥点出的高原反应、头疼睡不着、流鼻血，是他从未关注过的细节。这些身体上的不适与许红米在他面前展示的强势、挑剔、忙碌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他突然意识到姐姐在教育之外还承受着这些他从未察觉的辛苦。这打破了许红豆对姐姐的刻板印象，原来那个永远精力旺盛、掌控一切的姐姐，也会因为长途奔波、环境不适而狼狈，而她的折腾本质是为了亲眼确认自己的状态。谢之遥的话点破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许红米再忙再强势，也愿意为许红豆跑这么远。这份行动力本身就远超教育的意义，它藏着血浓于水的牵挂。许红豆此刻的沉默是内心防线松动的表现，他开始承认自己对姐姐教育的标签或许只是逃避这份沉重关心的借口，而姐姐看似不理解他的选择，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他的生活。这种认知的转变让姐妹的关系从对立向相互牵绊靠近。谢之遥和许红豆的这场对话像一根引线，点燃了姐妹间被坚硬外壳包裹着柔软亲情，为他们后续关系的和解埋下了最温暖的伏笔。其实许红米的高原反应一直没有消退，在白天依然会时不时的出现头晕头疼的症状。许红豆从外面采购橙子回来，顺便专门给许红米带了红景天茶。我特意去查了一下，红景天茶具有抗氧化、抗疲劳、调节免疫力的作用，确实是有辅助改善高原反应的功效。编剧还是挺严谨的，大家可以把严谨打在公屏上。许红米看到许红豆递过来的罐子，下意识的去拿湿纸巾，打算清洁一下罐子的表面。许红豆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连忙解释道：我擦过了，它不脏，它是褪色，这里面可是好东西，不便宜的，你慢慢喝，对身体好。哇，这么多！还有这个杯子也是我刚买的，新的。这个天气干，多喝水。好好工作。OK， 我去忙了啊。OK。许红米下意识想要清洁罐子的动作，是她长期都市生活形成的条件反射，习惯用清洁标准审视物品，对可能不干净的东西保持警惕。许红豆连忙解释她清洁过了，并且特意提到杯子是新买的，这些细节精准地戳中了许红米的关注点。她担心脏不讲究被妹妹提前预判并化解，这份被理解让她的防备瞬间松动。这种被放在心上的感觉，是许红米在强势外壳下很少直接感受到的。她看到许红豆开始能够细心照顾他人，这种被照顾的角色反转，让许红米感到欣慰。此前的争吵互怼让她紧绷，而此刻许红豆的默默关心，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她终于确认，无论彼此有多少分歧，这份姐妹情始终扎实存在，并且正以更温柔的方式流动。在云苗村的这段时间，她从最初的挑剔紧绷，到此刻被妹妹的用心打动，内心的都市铠甲逐渐卸下了一角，开始接纳这种不强势、被关心的状态。这种放松本身也是让她感到久违的舒展。这种变化虽然细微，却标志着她从观察者真正开始成为云苗村温情的参与者。晚上，许红米带着铃铛来到有风小院做客，谢之遥下厨，许红豆帮忙打下手。两人在厨房里的互动，又刚好被坐在院子里的许红米看在眼里。此时他手里的茶壶就是许红豆专门给他买的。或许是因为已经亲眼确认过妹妹的生活状态，也感受到了妹妹这段时间的成长，许红米决定离开云苗村。在饭桌上告知了谢之遥和许红豆这一决定，说是临时要去北京出差。许红豆还有些许的舍不得，许红米却说，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谢谢你们的款待，这2天添麻烦了。啊，不麻烦，本来还想让您多住2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姐，你少喝点啊，明天要出差。好喝吧？就是开车路过一片玫瑰园，你说特丑的那个玫瑰，我说了吗？你说了，你路过的时候说的。哎，你别装失忆啊，谢总也听到了，对不对？我没听到，我当时在开车。谢总，来，哎，生意兴隆。哎，谢谢。
明明是因为确认妹妹状态，放下担忧而决定离开，却仍嘴硬说是来教育你的。这种口是心非是许红米一贯的保护色，习惯用强势调侃的语气掩盖内心的柔软，不愿意直白流露出不舍和关心。面对许红豆的补刀，他立刻装失忆否认，甚至试图拉拢谢之遥作证。这种孩子气的反应暴露了他对被戳穿的小尴尬，嘴上不承认自己的偏见，实则可能早已经悄悄改观。毕竟此刻的玫瑰酒是真的好喝呀。谢之遥求生欲拉满，说没有听到时，许红米立刻顺势笑纳，并且举杯说：“谢总，来，生意兴隆。”这个反应既化解了尴尬，又暗藏对谢之遥的认可。他看穿了谢之遥的打圆场，却没有戳破，反而用一句生意兴隆表达了对他的尊重。这种分寸感源于他的职场历练，既不显出咄咄逼人，又巧妙地维护了彼此的体面，同时也间接传递出我对你印象不错的信号，与他出来时对谢之遥洗脑村草的调侃形成对比。可见他已经通过观察认可了谢之遥的为人。初到云苗村时，他对一切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此刻喝着用丑玫瑰酿的酒，不仅没有在吐槽，反而觉得好喝。这种对乡村产物的接纳是他心态变化的重要信号。说这2天添麻烦了时，语气真诚，没有了之前的强势或疏离。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表达对云苗村包容的感谢，暗示他已不再将这里视为落后麻烦的地方，而是开始接纳他的不完美与烟火气。许红米依然更习惯都市生活，但已经能看到乡村的价值，也能感受到这里的人情温暖。这种接纳让他的形象更显立体。他不是顽固不化的都市精英，而是有能力被环境和情感打动的普通人。3个人正要吃饭，小葫芦问许红米：“红米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铃铛来玩？”这个问题打破了当下的氛围。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因为我们是来这旅游的，下次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啊。那我们不来看小姨吗？小姨也是来旅游的呀。没关系，以后你们呀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见到彼此啊。对，打电话。吃饭。许红米说自己和许红豆都是来旅游的，是基于他理性认知的判断。但小葫芦和铃铛的失望，以及许红豆、谢之遥慌忙用打电话圆场的反应，让他瞬间察觉到许红豆的旅游说辞或许只是借口。许红豆的复合显得仓促，谢之遥的劝慰带着刻意。这些细节落入许红米眼中，印证了他此前的猜测。许红豆对云苗村、对谢之遥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旅游的范畴。谢之遥主动打圆场，以后可以电话视频，并慌忙转移话题让大家吃饭。这种护场的姿态在许红米看来绝非普通朋友的客套，结合此前观察到2人的互动，他此刻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谢之遥对许红豆的在意同样超出朋友的界限。这场戏最精妙的一点就是安排了小葫芦在一起吃饭。孩子们的话往往是最直白的真相，他们的失望本质是希望彼此的亲近能够延续，正如许红豆和谢之遥内心所想的那样，但是碍于现实无法说出口。许红米这意味深长的眼神是整场戏的潜台词担当，他浓缩了对许红豆真实心意的洞悉，对谢之遥情感的确认，对孩子直觉的认可，以及对姐妹关系的包容。这个眼神没有任何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既体现了她作为姐姐的敏锐，也展现了她在云苗村这段经历中习得的留白与理解，让人物关系在无声中完成了一次细腻的递进。晚饭过后，许红米有点喝多了，靠在阳台迷迷糊糊。许红豆过来给她送蜂蜜水，她却依然执着地问她去不去上海。许红豆看出姐姐喝多了，并没有接话，继续劝许红米喝蜂蜜水。在许红米反复的追问下，许红豆无奈的回复有空就去上海看望她。许红米则借着酒意说出了心里话：知道你讨厌我，不讨厌你，你就讨厌我。知道我在那，所以你不去。这话你记得挺清楚的啊。哎，怪我，我不该那么说。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你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啊？你辞职都不跟家人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只能从朋友圈里，或你朋友那里知道你在干嘛。我好怀念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小红豆。哎呦，你气死我了！你酒疯子啊！你打人呢还！我就打酒疯啊！就打你，就打我还手了啊！我还手！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我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我跟妈说，你初中时候用酒精瓶早恋。啊？我什么时候用酒精瓶早恋了？就你们说的是漂流瓶吧？你们，告你们，鼻性太深。许红米在醉酒状态下的言行，彻底卸下了平日里的强势铠甲，将压抑已久的真实心理暴露无遗。他反复追问许红豆的问题，是他内心深处对姐妹关系渐行渐远的恐惧。他一直以来以姐姐的身份掌控着与妹妹的连接，而许红豆的逐渐独立，在他看来是被抛弃的信号。那句“我好怀念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小红豆”，直接道出了他的核心诉求，渴望回到彼此亲密无间、妹妹依赖自己的状态。成年人的世界里，许红豆的不麻烦在他眼中是见外，独立是疏远。这种认知偏差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委屈，终于在醉酒后爆发了。他拍打许红豆，喊着：“你气死我了！”不是真的愤怒，而是对无法理解、无法干预妹妹生活的无力宣泄。他习惯了为许红豆把关，却发现自己早已经跟不上妹妹的脚步。这种失控让他焦虑又暴躁。对他而言，分享不是负担，而是确认姐妹连接的方式。许红豆的隐瞒打破了他对家人就该无话不谈的认知，让他陷入了不知道该怎么关心的迷茫。许红米提及初中早恋的情节，看似是告状，实则是对两人共同记忆的珍视。只有真正在意一个人，才会记得如此琐碎的往事。这份记得本身就是他未说出口的在乎。醉话里别陷太深，暴露了他清醒时就察觉的情感线索。这句叮嘱褪去了平日的调侃，只剩下最直白的担忧。他或许不看好乡村恋情，却本能的怕妹妹受伤，哪怕表达方式带着酒后的混乱，内核仍是保护者的本能。从职场精英到哭闹姐姐，这种反差恰恰证明他坚硬的外壳下始终藏着一个渴望被理解、被依赖的普通人。许红豆的独立让他不得不扮演坚强的姐姐，而醉酒给了他示弱的借口。这段剧情中，许红米的心理状态是委屈、恐惧与保护欲混合的爆发。醉酒撕掉了他所有的社会标签，露出最真实的底色。他不是天生强势，只是不知道如何用柔软的方式留住妹妹；不是刻意挑剔，只是怕不被需要。这场醉态是他与许红豆关系的破冰点。所有未说出口的在意、未化解的矛盾，都在混乱的醉话中被摊开，为后续的和解埋下了最坦诚的伏笔。在这之后，许红米回到了上海继续工作，许红豆也从余苗村回到了山东老家。这天早上，许红豆和谢之遥通完电话，正在睡回笼觉，一只无情的手试图打开他卧室的门，发现门上锁了，果断掏出了备用钥匙，直接开门进入。从背影就能看出来，霸气的许红米再次出场了。进入许红豆的卧室，许红米二话不说，直接拉开了窗帘。许红豆还想继续赖床，结果被许红米直接闷头杀伺候。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许红豆看到突然出现的许红米，大吃一惊。一起来感受一下许红米超强的气场。你也不管管吗？这几天他天天去医院陪可心了，那昨天睡得晚，你别管他了啊！来，红米，你先过来吃饭来。我怎么不能回来了？这搬完家说可心出了事儿，我这趁周末赶紧回来，顺便教育教育你。铃铛呢？不回来。见许红豆还不想起来，许红米手动催他起床，最后甚至上手打了许红豆的屁股，真的是一点都不客气。妈，猪都被你养出来了，快起来！
吃完了午饭，许红米和许红豆来到医院探望早产的表妹可心，看到母子都还平安，许红米也才放心了下来。可心聊起了鱼苗村宣传片中出现的谢之遥，询问许红米去见了之后感受如何。许红米直言不讳地说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点帅啊。那男的太穷了。穷？人家在创业，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而且人家做的挺好的。你去玩的时候，人家把你照顾的也不错呀，是不是？转头就说人家穷，那你是谁有问题啊？我就说我穷，你急眼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么说不对。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你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呢？我这叫咄咄逼人吗？啊？我这叫咄咄逼人吗？我这叫咄咄逼人吗？胡小声点。从这段对话的细节来看，许红米对谢之遥的负面评价，本质是用说反话的方式试探许红豆对谢之遥的心意。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背后，藏着他对妹妹情感状态的敏锐捕捉与刻意验证。许红米曾亲身体验过谢之遥的照顾，且目睹他为鱼苗村付出的努力，这些事实与人不怎么样的评价完全相悖。用穷定义正在创业的谢之遥，更是刻意忽略现实。创业阶段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是常态，且谢之遥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责任感，而非财富。许红米作为职场精英，不可能不懂这一点，而这种明知故犯的偏见，显然是故意为之。他并非真的否定谢之遥，而是想用负面评价激起许红豆的反应。当许红米抛出人不怎么样、太穷了的评价之后，立刻观察许红豆的态度。当许红豆反驳时，他非但不收敛，反而继续拱火。我为什么不能说他呢？这种步步紧逼的姿态，本质上是在钓鱼，故意刺激许红豆为谢之遥辩护，以此确认他的在意程度。而许红豆的反应，恰恰印证了许红米的猜测。如果只是普通朋友，何必为了一句评价如此较真？这种维护在许红米看来就是上心的铁证。他的咄咄逼人是在用压力测试的方式逼许红豆暴露真实的情感。许红米与许红豆的相处始终带着怼中藏关心的底色，此前用教育掩饰担心，此刻用贬低谢之遥试探心意，本质都是不直白表达真实想法的习惯。此处的贬低带着明显的刻意，若真的彻底否定谢之遥，大可以直接警告别来往，而非用穷人不怎么样这种模糊的评价。这种有留余地的否定，反而暗示他并非完全反对，只是需要确认许红豆的心意是否坚定。结合他此前醉酒时的叮嘱，别陷太深，可见他的核心诉求是怕妹妹受伤，而非反对这个人。这次试探也是想进一步确认许红豆是否真的想清楚了，是否有能力应对可能的风险。这种试探藏着他作为姐姐的复杂牵挂，既想保护，又怕干涉过度，最终只能用最笨拙的方式确认妹妹的心意。从医院回到家里，进门的时候，许红米正忙着给下属布置工作任务。许红豆趁着穿拖鞋的机会，把许红米的拖鞋直接踢到了房间里。许红米一看，立刻从后面给许红豆来了个锁喉。拿不拿？拿不拿？啊？拿不拿？好，拿，放开，放开。许红米。许红豆，许红豆，趁我没想出把你埋在哪之前，把鞋给我拿回来。5、4、3、2、1。许红豆踢拖鞋、丢拖鞋的挑衅，与许红米锁喉挠痒倒计时的反击，看似是冲突，实则是姐妹间独有的打闹模式。这种带着攻击性的互动，建立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深知对方是不会真生气的，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记仇，因此敢毫无顾忌地捉弄彼此。许红米习惯扮演强势姐姐，而许红豆则擅长用软抵抗打破这种权威。这种强势与叛逆的拉锯，构成了他们关系的核心张力，但这种张力从未失衡。许红米的强势带着宠溺，许红豆的叛逆带着依赖，就像儿时无数次的打闹一样。他们在谁占上风的游戏中，默默确认着彼此的位置。姐姐永远想管，妹妹永远想逃，却谁也离不开谁。无论是踢拖鞋、锁喉，还是挠痒倒计时，这些行为都带着明显的孩子气，
在外面，许红米是雷厉风行的职场精英，许红豆是独立干练的酒店经理。但回到彼此面前，他们会瞬间退行为小时候那个会抢玩具、会拌嘴的小孩。他们无需伪装成熟，无需顾虑体面，能在对方面前暴露最幼稚、最真实的一面。许红米的气急败坏不是职场上的威严，而是姐姐被妹妹气到无奈的真实情绪。许红豆的调皮也不是不懂事，而是知道只有在姐姐面前才能这样肆无忌惮。他们俩的这种关系或许不够温柔，却足够坚固，就像生活中大多数姐妹一样，吵得最凶，却也最懂得对方的软肋，嘴上互不相让，心里却从未真正放下。两人的肢体矛盾刚结束，家里的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因为父亲想出去工作，父母俩又为这事儿吵了起来。母亲召开了紧急会议，许红豆给许红米倒了杯茶，许红米开始主持这一次的会议。母亲开始抱怨事情的原委，甚至不经意间把父亲腰伤住院的事情都说漏嘴了。许红米和许红豆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经过了一番的争论，最终的结论是找工作可以，但是伤身体的工作绝对不行。到此为止，这场家庭矛盾顺利解决了。趁着家人都在，许红豆把自己想去鱼苗村经营民宿的想法说了出来。可谁能想到家里人的反应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是沉默以对。虽然没有反对，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父母只是象征性的问了2个问题，就去厨房做饭了，这弄得许红豆一头雾水，不明白家里人到底什么意思。许红米走到许红豆身边，说了一句：许红豆啊，许红豆，你不愧是用漂流瓶早恋的人。这句话看似是一句调侃，实则是对许红豆性格特质的精准概括，仿佛是在说，你想去鱼苗村经营民宿的决定，和小时候敢用漂流瓶早恋的你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被现实规则束缚，愿意跟着内心的冲动和直觉走。无论是年少时对情感的懵懂追求，还是如今对生活方式的大胆选择，你骨子里就有这种不管旁人眼光，先遵从自己感受的特质。这种评价没有贬义，反而带着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他太了解妹妹了，知道许红豆看似温和，实则有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许红米没有直接评价许红豆的决定，而是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告诉妹妹，我懂你的选择背后的那股劲儿，就像小时候一样，这种懂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支持，比直白的我支持你更符合他们互怼式关心的相处模式。看着家人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许红豆陷入了迷茫。整个吃饭过程，家里人聊得有来有去，唯独没有理许红豆，把她晾在了一边。许红豆反复的追问，父母依然没有表态。一家人这奇怪的态度让许红豆越发的困惑，直接导致她晚上失眠了，半夜跑到许红米的房间，把许红米从睡梦中吓醒，之后又跑去了父母的房间，把父母也吵醒了。无奈之下，许红米只能起床安抚许红豆。他给许红豆倒了一杯牛奶，问许红豆瞎折腾什么？难道看不出来是家里人故意晾着他，让他着急吗？接着许红米把早些时候和父母视频时聊的事情告诉了许红豆。其实自从许红豆回到老家，父母就已经看出来了，他和谢之遥之间的联系非比寻常，一会儿寄个桃，一会儿还个礼，黏黏糊糊的。远在上海的许红米自然是看不到这些细节，他表示非常的惊讶。注意啊，此刻许红米使用的水壶就是许红豆在云苗村给他买的那个，编剧太细了。当问及父母是否同意的时候，父母大方的表示，只要许红豆能好好生活，只要他们彼此喜欢，就不会干预。接着许红米和许红豆又聊回了民宿的事情。这种事儿啊，你应该跟家人商量一下。一个人在那边纠结，纠结完了再通知我们，量力一下又怎么了？许红米的这句话直白表达了对许红豆先斩后奏的不满，这种不满并非反对他的决定，而是源于对家人连结的重视。在他的认知里，重要的人生选择理应是共同商议的过程，而非单方面的通知。许红豆的独自纠结，在他看来是把家人当外人的疏离。许红米主动向许红豆解释家人故意晾着你的缘由，实则是在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他既理解父母不直接表态是怕给许红豆压力，也懂许红豆迷茫追问是渴望被认可，于是用直白的方式戳破僵局，让双方的心意被看见。
他的抱怨也暗含着对许红豆的提醒，家人的沉默不是反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你，下次别再误会这份迂回了。这种自觉的调和体现了他对家庭关系的重视，他不想让许红豆因为被晾着而误会父母，也不想让父母因为许红豆的追问而感到压力，于是用自己的方式让双方的情感流动了起来。许红豆认为这种事情就应该自己先想清楚，毕竟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是需要勇气的。许红米一直以为许红豆很喜欢原来的工作，许红豆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心境变了，并说出了自己迷茫的原因。提到了去世的陈南星，许红豆不禁流下了眼泪。楠楠跟我说，还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吗？我也不大清楚。我现在压力是挺大的，不过我觉得老公也挺好，孩子也挺好，也还算开心，挺好的。许红米面对许红豆你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的追问，她的迟疑和不太清楚打破了自己一贯的强势形象，暴露了成年人共有的迷茫。她或许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未必想透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种坦诚本身就是一种通透，她不假装活得明白，而是承认大多数人都在稀里糊涂地活着，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与其纠结意义，不如在当下的日子里找到能让自己还算开心的支点。那就是活在当下，是挺好的。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跟不好谁来定义呢？谁能保证你自己走的路就是好的呢？所以就生活呗。好好工作，结婚，生子。人家买房我买房，人家买车我买车，随波逐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手里拿着一副安全牌。姐，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俗气又超脱的感觉。纠结啊，什么别扭啊，姐玩不起，那需要精力的。内耗就像你这样啊，内耗。对，内耗就是我，就是我。哎，所以啊，想干嘛干嘛，别活在过去，也别寄托给将来。自己干的事儿，别后悔就可以。这段对话，许红米从众的坦诚，是她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精准概括。她不回避自己的选择缺乏个性，反而将其定义为玩不起。在她看来，纠结自己想做什么需要消耗太多的精力，而随波逐流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获得世俗意义上的稳定。这种选择背后是对安全感的执念。她经历过职场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深知偏离主流可能带来的动荡，因此主动选择了一条被验证过的安全路径。她说：“老公挺好，孩子挺好，还算开心，并非自欺欺人，而是在既定轨道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并且愿意接纳这种不完美却安稳的状态。”许红米第一次在许红豆面前暴露自己的迷茫和不完美，打破了姐姐必须强大的滤镜。她不再是那个什么都懂的教育者，而是与许红豆站在同一条人生探索路上的同行者，一个选择了安全牌，一个还在寻找自己的牌，却能彼此理解对方的选择。这种平等的对话让姐妹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她们不再是强势姐姐与叛逆妹妹，而是两个成年人在交流对生活的困惑与感悟。许红米的俗气又超脱，恰恰是这种平等的证明。她愿意在妹妹面前卸下铠甲，展露最真实的自己。这种状态让她的形象更显真实。她不是天生强大，只是学会了在迷茫中守住安稳，不是不懂妹妹的选择，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走过了人生的另一条路。最终，所有的坦诚与理解都化作姐妹间最温暖的默契。无论选择了哪条路，能让自己还算开心就够了。
聊完了这些，许红米原本打算回屋睡觉了，但是许红豆意犹未尽地拉住了她，想继续再聊会儿。他聊起了对民宿的一些看法和感受，许红米表示了对他精神上的支持。许红豆最后说：姐啊，你说我这次创业，要是恋爱也谈崩了，事业也搅黄了，我该怎么办？活在当下。啊，好，活在当下。你还有别人没有的武器哦，啊，姐姐。哎呀哎呀哎呀，别扭。许红豆担心恋爱谈崩，事业搅黄，本质是对未来失控的恐惧。许红米的活在当下，不是敷衍的安慰，而是经历生活打磨后的真诚建议。人生本就没有绝对安全的选择，与其预设最坏的结果，不如专注眼前想做的，去经营民宿，去投入感情，哪怕最后有遗憾，至少没有辜负此刻的心意。这句话褪去了他一贯的强势，带着我懂你的怕，但也相信你的敢的共情。他不再试图用安全牌的逻辑框住许红豆，而是接纳了妹妹敢冒险的选择，用最简单的话告诉她：别怕未来，先把现在过好。许红豆一直是以独立自居，仿佛不需要家人的保护，而许红米也习惯用教育掩饰关心，仿佛永远是强势的姐姐。但这句“你还有姐姐”彻底撕碎了两人的伪装。许红米承认了自己想保护你的心意，许红豆也终于接纳了我需要你的柔软。武器的比喻比我支持你更有力量，它不是轻飘飘的承诺，而是无论你摔得多惨，我都能接住你的底气。许红米或许不认同许红豆的所有选择，但却用这句话兜底：就算全世界否定你，姐姐永远是你的退路，是你敢往前冲的勇气来源。过去他们的互动是姐姐想掌控，妹妹想逃离，彼此用强势与叛逆掩盖在乎。而此刻许红米的武器论终于让两人正视一个事实，他们是彼此的软肋，更是彼此的盔甲。许红豆的拥抱是对这份心意的回应，她终于明白，姐姐的教育不是否定，而是怕她受伤；姐姐的强势不是压迫，而是想成为她的后盾。而许红米也通过这句话放下了必须为妹妹负责的执念，承认我不完美，只需要让你知道我永远都在。这就是和解的终极模样，不是完全理解，而是彻底接纳；不是永远同行，而是知道回头时你一定在。许红米最后说的活在当下和你还有姐姐这个武器，是姐妹俩彻底和解的点睛之笔，既藏着对生活的通透感悟，也凝结着最动人的亲情力量。正是有了许红米的鼓励，才坚定了许红豆去云苗村接手民宿的信心。第二天一大早，许红豆便收拾好行李出发了。走了，好好干啊，别哭着回来哦。你说点吉利的话行不行啊？你好，你好，恭喜发财！你说你们姐俩，走了。那个豆儿，转机呢，肚子饿了，路上吃啊。这东西哪都能买得着，你别给他添乱了。我这精心准备的呀，这是。哎呀，走吧。哎呦，你这。看着父母忙着给许红豆送行，许红米只是静静的在客厅坐着。导演此处特意给了许红米几个镜头，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里藏着千言万语。模仿鹦鹉说恭喜发财是许红米罕见的幼稚时刻，这与她职场精英强势姐姐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却暴露了她内心的柔软。她想用轻松的方式化解离别的沉重，让许红豆带着笑意出发，而非牵挂。从最初对许红豆辞职的不理解，对云苗村的质疑，到此刻看着她收拾行李坚定出发，她见证了妹妹从迷茫到笃定的蜕变。她没有像父母一样忙着送行叮嘱，只是静静地看着，因为他知道此刻的沉默是最好的认可，当下的任何提醒都是对妹妹勇气的消解，只能把牵挂压在心底，用眼神默默地说：万一难了，记得回头，家里有你的位置。这种担忧是成年人士的克制，爱不是捆绑，而是明知有风险，仍尊重你去闯。他的凝视也是在期待许红豆在云苗村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期待他们的姐妹情能在各自精彩中变得更深厚。这种期待是对最好亲情是彼此成就的无声注解。看到许红豆出门之后，许红米走到窗台边，目送楼下的许红豆离开。他或许永远不会说我舍不得你，但这驻足窗台的几分钟，
就是最直白的答案。这个动作没有一句台词，却道尽了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模样。许红豆回到云苗村之后，许红米也回到了上海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母亲趁着猪肉降价，给她们姐妹俩都邮寄了一大箱子香肠。许红米拆开快递一看，眉头紧皱，立刻给母亲打了电话。妈，你大夏天灌什么香肠啊？不会抽吗？哎呦，家家都灌，现在技术好了，人家商家都给你灌好了啊，我拿回来以后风干就行了。我都是拿冰袋给你寄的呀，你收到了以后放冰箱，我跟你说保证坏不了啊。你寄那么多干嘛？被许红豆传染了吗？我给你啊，才寄了20斤，红豆他找我要了40斤，还嫌不够呢。妈，这个香肠啊吃多不好，平时啊还多吃点新鲜肉吧。我知道啦，家里一点都没留啊，都给你寄过去了。他的一句被许红豆传染了吗？看似吐槽妹妹，实则暴露了他对非理性囤积的排斥。这种现实感并非冷漠，而是源于对浪费和健康的考量。他的质疑始终围绕着合理性，而非否定母亲的心意。对比母亲家家都灌的从众心理，许红米的挑剔反而更显细致。她注意到夏天易坏、香肠高盐的细节，这些担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真的在为家人的健康和生活便利着想，只是习惯用指责代替叮嘱。许红米总是用自己最别扭的方式守护着心里的牵挂，而这份不完美，恰恰是角色最动人的地方。许红豆和谢之遥走到一起一段时间之后，某一天，谢之遥的阿爸带着一家子回到老家，邀请许红豆来家里吃晚饭，等同于变相的见家长了。这让许红豆受宠若惊，急忙联系家里人求助。第一次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的，拎了点水果。人家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那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哎，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啊，太土了。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保持微笑。喝茶。啊，知道了。还有吗？没有啦，哪那么复杂呀？去吧，皮卡丘。好嘞，妙蛙种子。许红米分享个人经验时语气轻松，没有了严肃指导的压迫感，反而用太土了这种直白的吐槽消解许红豆的焦虑，仿佛是在说这事儿没那么复杂，听我的准没错。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本质是用自己的经验给许红豆兜底，让他知道姐姐走过的路能帮你避坑。这种状态暴露了许红米内心的雀跃。许红豆主动求助，意味着她需要我。而他用去吧皮卡丘这种幼稚的梗回应，是卸下了所有伪装的证明。在妹妹的情感大事面前，他不必端着成熟的架子，可以变回那个能和妹妹玩梗的姐姐。这种状态标志着她们的姐妹关系已经进入到最舒适的阶段，既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彼此的后盾，又能在日常里用最松弛的方式相处。一个眼神，一个梗，就足以传递所有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故事的最后，所有的角色都出现了，连许红豆的父母都飞到了大理的云苗村。我原本以为许红米也会带着铃铛一同出现，可最后并没有看到她出场，属实是有点遗憾了。许红米与许红豆的互动构成了剧中最细腻的感情线之一，从最初的强势干预，到中期的试探与理解，再到后期的默契支持，她的每一次转变都推动着姐妹关系从对抗走向接纳。她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温柔姐姐的刻板印象，用嘴硬心软的方式成为许红豆的反面镜子。许红豆在她的强势中看见了自己对独立边界的坚守，也在她的妥协中读懂了亲情的本质，最终完成自我确认与亲情和解的双重成长。作为连接许红豆与父母的中间人，许红米既理解父母含蓄的担忧，也懂许红豆独立的渴望。她的翻译官作用让两代人的隔阂在迂回中消解，避免了传统家庭剧中非黑即白的冲突，呈现出更真实的中国式家庭状态。爱总藏在误解里，和解需要有人递台阶。许红米的成长线本质是一场与自己和解的过程，从执着于必须为妹妹负责，到接受她有自己的人生；从用强势掩盖害怕被疏远，到敢说姐姐是你的武器；从否定乡土生活，到接纳不同选择的价值。她的转变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掌控一切，而是承认我不完美，不必永远正确，不必时刻坚强，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这种和解对现代观众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亲情中的掌控欲往往源于怕失去，而打破僵局的关键是像许宏敏一样放下必须怎样的执念，学会用我在代替听我的。许宏敏与许红豆代表着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许红豆跳出标准，寻找自我；许宏敏活在标准，守住小确幸。剧集没有褒贬任何一种，而是通过许宏敏的视角告诉观众，好与不好没有统一答案。许红豆的冒险值得尊重，许宏敏的安稳同样有意义。有人在云苗村找到了心灵归宿，有人在上海的烟火里活得踏实。2种生活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人生多样性的图景。这种价值观的传递，在为内卷于躺平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了慰藉。不必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焦虑，也不必因为和别人一样而羞愧。能在自己的选择里找到还算开心的支点，就是最好的生活。许宏敏这个角色就像是《去有风的地方》这部温暖乐章中一个独特的音符，它不完美，有控制欲，会嘴硬，会迷茫，却在与许红豆的拉扯中逐渐卸下铠甲，露出柔软的底色。他不像主角们那样在舞台中央散发光芒，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他的每一次出现都给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和深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配角，而是一个立体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物。它的独特作用在于串联起家庭与个体、都市与乡土的冲突与和解，而它的深远意义则是用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告诉每一个观众，生活没有标准答案，亲情不必剑拔弩张，你可以选安全牌，也可以选冒险路，只要最终能和自己说一句这样挺好就足够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可以看到这里，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和我互动讨论，我是小黑，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说的那么好听，不是为了那男人吗？他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是鱼和熊掌都要。你行，你牛，看来打起精神了。我举起雷，加油干！